返回教学岗位后，我只坚持了1年。1年后，我终于意识到这5年的经历给自己带来了多大影响。直到1915年10月，我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了。我开始详细研究其他失忆症与幻象的病例，希望借此发现问题的根源。我还系统地学习了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耳濡目染之下，我的儿子温盖特也学习了相关内容。也正因如此，使得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心理学教授。1917年到1918年间，我在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学习了几门特别的课程，还不知疲倦地研究医学、历史和人类学方面的书籍，为此还专程前往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来，我甚至开始阅读那些讲述禁忌古老传说的可怖书籍，因为第二人格曾对他们表现出令人不安的强烈兴趣。这些书籍的页边有不少的标注和订正，这些注解大多是用和原书相同的语言写下的，书写者似乎能够自如地使用每一种语言。但在冯荣斯特的无名祭祀书中，有一条笔记却是例外。这条笔记与其他德文笔记使用的是相同墨水，可文字却是一种曲线象形文字，与人类使用的文字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这些象形文字与经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符号有着密切联系。面对这些奇怪符号时，有时我会在恍惚之间觉得我知道或即将回忆起它们的含义。图书管理员在翻看这些书籍的借阅记录之后，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所有的注解都是我本人第二人格留下的，这就更加增添了我心头的阴暗疑云。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我应该将自己的经历以及同类病例与相关的民间传说进行明确的整理汇总，并发行出版，方便那些严谨的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我准备了一系列论文，简要地概括了整件事情的背景，然后为一部分在我梦中记下来的形状、场景、装饰纹样以及象形文字绘制了粗糙的素描。这些论文于1928年到1929年陆续发表在了美国心理学会期刊上，但却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1934年7月10日，心理学会给我寄了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这段疯狂经历最终也是最恐怖的篇章。1934年7月10日，心理学会给我寄了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这段疯狂经历最终也是最恐怖的篇章。从邮戳上来看，它来自西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发信人是个叫麦肯齐的采矿工程师。信中说，他从一位朋友博伊尔博士那里读过我的文章，那些拥有巨型石头建筑、奇特图案与象形文字的古老城市。他觉得那些可能并不是传说。2年前，他在大沙漠的东面发现了30-40个样式很像我文章中描述的石块，虽然风化程度比较严重，但还是能辨识出石块上雕刻着许多奇奇怪怪的弧线。经过仔细分析，这些石块拥有着几十万年的历史，古老的令人恐惧。它们大多数是砂岩和花岗岩，但其中有一块几乎可以确定是由某种特殊的水泥或混凝土制成。具体的样子，他已经拍了照片随信寄了过来。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超越了任何人想象的未知文明，而这个文明正是那些神话传说的现实基础。他希望我能带领一支探险队深入沙漠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已准备好随时协助我们。如果想快速联系他们，可以发送无线电到珀斯。起初我震惊得不敢相信信中的内容，虽然我隐隐觉得我梦境中的事物存在一定现实基础，但我依旧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些从无法想象的失落世界里残留下来的证据。而随信寄来的那几张照片更是彻底压垮了我，因为寒冷且毋庸置疑的现实就摆在我的眼前。几块久经风霜雨雪侵蚀的巨石矗立在黄沙中，微微凹陷的底部和凸起的顶部无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当初我为了考察流传在世界各地及古代神话如何影响人类的幻想世界，将他们和我梦境哭死的失忆症患者的病例记录与神话相对照，研究梦中出现的圆锥形生物。执笔过程中，人类最古老的书籍纳克特抄本以及被诅咒的死灵之书都极具参考价值。但是不管是在执笔还是现在，我都未曾想过我书写的内容会在现实中真实的存在。我推断他们的历史如下：3亿年前，在人类祖先
最初的两栖类从海洋中爬上陆地之前，样貌超乎想象的物种建立起高耸入云的塔，从各方面研究宇宙之谜。这个君临世界的种族，就是后来被称作伊斯的伟大种族的生命体。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彩虹色锥体，约10英尺高，底部的直径也有10英尺。整个锥体由一类凹凸不平、略带弹性的物质构成，上面覆盖着鳞片。锥体顶端延伸出4条1尺厚的圆柱形柔软触枝，与锥体基座一样，这些触枝也是由那种粗糙不平的物质组成。有2条触枝的末端生长着巨大的爪子和前螯，另一条触枝的末端则生长着4个喇叭状的红色器官，最后一条触枝的末端则生长着一个不规则的淡黄色球体。球体的直径大约有2英尺，并且在它的赤道环上分布着3只大号的黑色眼睛。这个头部的顶端生长着4条纤细的灰色肉芽，而肉芽的顶端生长出花一样的器官，而在球体下端则挂着8条浅色的触须或触角。圆锥形躯体的边缘环绕着一层橡胶般有弹性的灰色物质，通过这层物质伸展和收缩，整个锥体就可以蠕动着前行。这种圆锥形生物原本是10亿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原住种族。古生代后期，伊斯族的精神渡过漫长虚空来到地球，夺走了圆锥形生物的肉体。伊斯族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非常贪婪，他们在地球上建立起庞大的图书馆，里面藏有巨量书籍。他们用绘画及文字记录该行星的全部历史，无论是曾经存在过还是将要出现的种族，历史、生态、艺术、语言、事无巨细，全被记录在案。他们也时常和地球上的先住种族发生纷争，爬虫类种族以及8只脚的入侵者，或是在南极实力雄厚的海星状头部的有翼种族古老者。伟大种族组建了大量装备有能引发雷电的强大武器，虽然时常处于临战状态，但并未碰到太大问题。拥有跨越永恒时间能力的伟大种族从各个时代选取合适的生命体，并借助某种机器将精神投射到过去，潜入其脑中并开始活动，装成同种族的一员，迅速吸收学习该种族所积累的情报和技术，同时将元宿主的精神传送回伟大种族的时代，并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写下自己所知的一切。所有的记录都写在由奇特结实的纤维制成的纸上，再以书本的形式装裱成册，收藏在不会生锈的奇异金属容器中，然后再纳入被精确分类的图书馆内。这座巨大的建筑被称之为中央记录保管所，现代人类所知的一切，甚至未知的部分，都被伟大种族所知晓。